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若昀。给我5分钟的时间，再次介绍我自己。万千宠爱是这个戏的一个风格，引人入胜的点。然后我觉得呢，一切宠爱暗地里有它的标价，然后你愿意接受那种。惹出什么乱，有100万边军为他撑腰。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我来帮你解决。小孩子不懂事，朱大人给一个面子。所以其实，范闲这一辈子所有的爱与恨，最后都是要割裂的，或者他要做出选择。在剧组主动拉近关系、活跃氛围，比方说范闲是需要跟大家都有一种亲近感的，或者跟很多人都要有一种亲近感。范闲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庆余年2》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是老熟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默契的场。然后包括这个场已经强大到说新演员进来之后，很迅速的能被这个氛围给同化掉，就是我们叫庆余年磁场吧。跟宁老师也是2次合作了，但是不一样的角色，不一样角色你重新遇到的时候，你还是会在这个人上看到很大的陌生感。但是像第2季，比方见到王启年这样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是熟悉的演员，还是熟悉的人物关系，然后还是熟悉的相处模式，那个就是更特别的一点的体验。吴行健，因为他这次严明云的成长是跟范闲进一步的共谋，然后成为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盟友关系了。他实际上比我要年轻一些，然后他老喊我师哥，然后对，就是那种有时候也挺奇妙的啊，就是从以前天天追着喊人师哥，现在就变成这种，我还是喜欢当师弟，有压力才会爽吧。不管是老戏骨还是年轻的戏很好的演员，就是你时刻感受到对手的压力，然后你才能回馈出，就是所谓的张力就是有对抗的嘛，和演员之间表演是有咬合的。如果是一个人在演，而另一个人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或者说不在一个能量的这种抗压的能量级上的话，你戏演起来就会很不舒服。然后演戏其实都是跟着对手走啊。第2季的范闲跟第1季的范闲绝对不一样了，就是他更狡猾了，更清楚自己不太可能走向一个简单的退路了。但是他又很有勇气，他没有因为说我知道自己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人生了，我要走一个很危险的路，但是他没有怕，然后他很有执行力的一步一步去前进着啊。看你认为什么叫清醒了，对。你要换个角度来说，范闲挺糊涂的，就是你是觉得把一个问题看得很透，然后能有智慧去点破别人点不破的事情呢，还是说能得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叫做清醒？因为其实范闲就是不太懂装糊涂啊，他自己原来的那个理想，富甲一生，混吃等死，完全无法实现了。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挺糊涂的。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人的事件一遍一遍地卷进这个事情里？而且你有那么多的这个有权势的这些长辈，他们对你有安排，为什么不接受？你为什么要做自己的对抗？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我不知道观众所说的是哪种清醒啊。如果说这种清醒的话，我想说他是很难同流合污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演员演完第1季之后等剧本的那个过程，跟观众现在等第2季播出的心情是一样的。第一次拿到剧本完了之后消化，然后跟过去那个故事一下子又回来的那种感觉。首先他有剧本就已经很惊喜了，等到了就是已经是惊喜了。第2一个就是说原汁原味的对话风格，然后包括剧情的转折跟推进，然后快速的回到故事的主脉络里边，然后把人物的弧光给展现出来了，这些都是惊喜啊。你开始写了吗？写了吗？我觉得不用等5年，这位朋友都不需要话。那你说了就信着没有？就每天都有人问说你们觉得他能到多少，但是这个根本就是演员想这个来说太累了。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标准是每部作品出来完了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留什么遗憾，然后它上映那一天的时候，我觉得从它上映到它结束到它完成的那一刻，我自己会问自己说我还是很爱这部作品的，
我觉得那就足够了。那每部戏什么成绩，包括人们怎么看待这个成绩，是很随机的一个事儿。然后每个人角度就是说，想说你成绩不好，怎么都能说你成绩不好；想说你成绩好，怎么就是成绩好。那肯定会，演戏就是给大家看的，谁不能说我就这么演了，你爱看不看？那当然会很在意说观众的评价。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还是觉得演员演一部戏，当然是藏在角色后，但是其中呢，因为你的塑造。你每一份的工作，其实在寻找一个跟观众交心的机会，所以其实观众回过来的这些评论，对于演员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比冰冷的数字要更加重要的。它并不能给你回馈多大的养分，或者能给你的心灵带来危机。有时候你看到观众去解读你在角色里面的一些表达，然后有的切中了你很隐秘的一些表达，其实那个时候是最有成就感的。在其中做事儿的人，不到自己快就是职业生涯结束了，不太会去想这个事儿，因为里程碑是什么，或者你交出什么样的成绩，或者你怎么样了，其实都是旁观者给你定出一个定义，而且他们会根据你的某一个阶段的表现去预期你将来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身在其中，你就是那个当事人，你自己天天说这就是我的里程碑，然后说它会导致我怎么样，那好无聊。谁的人生那么无聊啊？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看自己事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身在其中的话，会觉得更多是在路上的感觉。如果有人这么问我的话，那我就觉得既然您这么问出口了，那说明我在你心里没有代表角色，那我还得继续努力。对，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是问的话，就我有角色走到这位朋友心中了，那他就会有答案，他心中的代表性角色，张若昀的代表角色，这是很个人的，这是他个人的事情。每个人的标准不同，我觉得就是说，除了名声上的好，或者说看上去很好之外，一定还有很个人的理由。有时候导致说他也许看上去不一定有那么好。比方说现在的市场风潮是往哪边吹的，或者说里面有多少人是多么的有名，或者是这个 IP 是多么的大，这都属于那种看上去的好。但是有更个人一点的好，就是说只有你懂得它的好。或者说你觉得你非常懂得，不一定只有你懂得，也许别人也懂。但是就为什么我当时的时候会说，就会着急的说非我莫属，就是那种急迫的，就是觉得哇，我太喜欢，我太懂了，就是那个是很个人的一个冲动。我觉得要唯一说我选戏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的话，就是我更在意那些很个人的体验，而不是说看上去很好。就是《庆余年1》播出的时候吧，就很迅速的就有了大量的这个二创的讨论，然后就是有对角色的探讨，然后有对这个有对未来的一些剧透，因为《庆余年》有原著嘛，有很多书粉就知道后面的情节，然后有关于这几个人物之间将来的发展的一些讨论，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就是看得度非常广，因为觉得当时感受到的是说，有非常多的人在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庆余年》，有的人就图一乐，然后有的人就喜欢看里面的感情，然后有的人就喜欢看，不同的 CP， 或者说，但是也有人在探讨说这里面很深刻的一些主题，然后甚至说他们通过去了解书后面的情节，去开始构建自己心中的《庆余年》。我觉得那一刻，我觉得是。就是《庆余年》已经被这么广泛的讨论了，就不管从一些比较表层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层的角度，都是被讨论的很透。然后这5年过去，我觉得有很多比较深刻一点的一些讨论出来的思想，其实也反过来印在了主创的心里，就是这个观众对我们的一个反哺，甚至连猫腻老师前几年都改了《庆余年》书的结局，就是他觉得可能这次修改更契合他自己内心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我不知道，我只能是说每个人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作品，认真去做事儿，然后有可能做成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作品。爆剧的因素有哪些？如果这么容易就被总结了，那大家不就可以批烂生产了吗？但是并不能啊，或者说没有一个影视作品是能这么被复制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戏一格吧，然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然后风格对的人凑在一起产生了好的化学反应，然后每个人很认真的做好这件事儿，然后天时地利人和，正好观众看进去了，得到了喜爱，就只能是这样。但是你说怎么做爆剧，我不太相信有公式。觉得过得挺快，其实每过一个阶段，你很难说
没有遗憾，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向前看，就是往前再看吧，因为你可能就是我觉得将来在完成整个职业生涯之后再回看，你可能会觉得有更多的遗憾，就是你不可能在每个时间点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完美，在某一时刻你会觉得，而且就是说某一年纪过去了，你可能就不会再有那个角色来找你了，然后你也不可能再去，但是呢，我说向前看的原因是说未来还有更大的空间，遇到更多有趣的角色，没有必要去后悔和羡慕别人，是因为每个人体验快乐都是很个人的，它是你很个人的东西才有意义。但是人有时候也难免会羡慕另外一个人的经历，就是哎呦，他的经历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也很有趣。当然是个别了，我不会羡慕很多人，但只是说有些有趣的人、有趣的角色，我也会觉得，如果某一刻能回去，就是很难说彻底不留遗憾，但是不后悔是希望基本自己能做到的。大侦探是就很多年了，从第一季一直陪伴下来的一个节目，然后我很喜欢玩这种游戏，然后也现在就是全部是熟人局，然后也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的氛围。录花少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好开心啊，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旅游，去全世界看一看。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只有在闲得没事儿的时候才会去考虑，或者说某个节目的点子非常打动我，我很想去做我没做过的事儿啊。那其他时候，我觉得要么我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减少出现一个老友的聚会，就是其实挺长寿的，就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这个游戏玩了这么多年，然后每一季尝试玩出新的花样来，然后大家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有很大的成长在这个节目里面。这肯定是假的呀，因为这都是属于先射箭再画靶子嘛，就是你先总结出一个规律，说它一定是这样的，那谁会这么去死板的安排自己的人生啊？太无聊了。那就是有的时候想休息就正好休息了，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有趣的东西接二连三的来，那就会做得更多一点啊。然后也不存在什么选冷门或选热门之分，我始终就是一个标准，就是说，其实什么叫热门？大家都说热门的东西就一定热门吗？我觉得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感觉。我对一个作品可能有两重感觉，就是一重是说我自己个人喜不喜欢，我有没有动心，还有第二才是我猜它的受众会不会很广。那我只是浅浅的一猜，不一定准。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说我一直在把我喜欢的那个尺度放得更优先一点点。觉得演员的目标起码是要留下能让所有人，说绝大多数人记忆一个很长时间的角色，而不是说一年一变的快消品。你拿出经典的角色被人记住，我觉得还是这样吧。就我之前说过一句，就是我被人喊这个口误叫成角色名的时候，要比人家喊我的时候高兴多了。人家喊我的时候，那是所谓的一种演员的星光，这个可能有一丝虚荣，就是也会很高兴，就说我好有名，我超有名的，就是那个感觉其实并不那么有趣，反而有的时候会困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事情变得很不方便。当你走在路上，人家喊出角色名，说范闲加油，或者说这种给你的打气的感觉，是对我个人来说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感动。我不知道能不能形容出来，就是说那个感觉就是他记得你的那个形象扎到他的心里了，而且他希望你更好，然后希望看到更多的那个给我的动力或者感动的源泉，要比一个星光带来的一些就是当时一时很高兴，或者说那种很比那个要强烈的无数倍。兔等闲之人。